随着中东的冲突持续进行，一方面我可以看到美股 S&P 500指数已经跌破200日均线，来到了25年9月以来的新低。日股跟韩股平盘震荡，而号称避险资产的黄金更是连续7个交易日都是收跌的情况，收盘价已经比上次黄金暴跌的低点还要更低了。那就连加密货币市场呢，也是停止了连续2周的逆势上涨，收跌了1周。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在利率决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说了什么，让大家如此担心？今天我们做一下行情分享和基本面信息。先从比特币图表来看，如果说我们要去拉这个盘整区间的密集分布的话，那目前是这2个位置，一个是 VAH， 一个是 VAL。那任何时候进入到这样一段盘整区呢，最重要的话就是这个工具，它是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那只要选择到核定的价格，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标识。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是你设置没对，或者你的标的呢没有选择。那我们看这个上面呢，其实 VIH 已经重叠了日线级别的真空空缺。那很多观众也会说，空缺的话在哪里？我指的是这一种急跌，然后没有回补的这样一个空缺。像原先这些地方的话就没有。你看，在任何时候呢，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如果行情是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就没有回补的必要。但如果行情是这种急速下跌的话，那么它就会有一段时间是要回补到之前的空缺。当然，现在是从日线级别来看，如果想要看得更加仔细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线切回4个小时。4小时级别来说，它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VH 黑色的这根线。那如果说之前这边在这里呢开始进行盘整了，可能会去测试到这样一带。那这一带的话，刚好是之前的密集筹码区。如果说来到这一边，也同时测一带这样 VH 的自然反弹的高点，然后在这里的受阻继续往下跌，那我认为这边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加仓做空的好机会。但因为比特币走出了一个假突破，随后呢进行下跌，这是比较贴近于现在目标的。如果说跌到这个下方还没有止住的话，那有可能去测试到最低点6万。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根据现在的图表来看，它是平行的高点，可以去画一个 AMD 的盒子。那这个盒子的话，你会更加清晰一些。那这边的话是处在一个盘整之后呢，然后向上进行假突破。假突破的时候呢，在这里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做多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做多位置。盘形在这一个上方的平行高点呢，下方也是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方形。那假突破再来到这里呢，重新跌回来，你认为就之前的前低点，总要是给它跌破一下。那如果说这样子往下跌的话，把前面低点跌破，那这一带并不是特别完美，刚好呢是一个 AMD 的一个模型，然后跌到前面的低点去测试我们刚刚的 VAL， 也就是大概在6万5左右的就是那个金额。那如果说有一些小回弹回到这里呢，我觉得可以尝试做一下反多，但其实我们刚说完的话，它就已经比特币强势反弹到7万1的关口啊，那其实距离我们刚刚的 VH 的线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但我们还是保持原先的观点啊。就是如果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的反弹或者没有任何强势的行情，我都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做多的机会。那从概率上来讲的话，可以进行盘整之后呢，再来访问它。因为现在 AMD 形态呢还没有最终完成啊，等待 AMD 形态完成之后呢，再来测试前方的 VAL 或者是 VNH， 那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行情。就目前而言，如果它有效跌破 VAL 这一根线的话，不排除它会继续下探到6万的关口。那以现在的行情来看，我们还是多看少动。讲完了技术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面现象。那刚刚我们大家有看到，就是比特币突然之间飙升至7万1关口，甚至还有在往上冲的就这种势头。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特朗普有发布他说很高兴的报告，美国跟伊朗在过去2年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那讨论在中东完全彻底解决之间的利益关系。那翻译一下就说人话，就是说已经指示美国陆军部暂停对伊朗发电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一切军事打击，然后为期一共是5天。那前提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会议和讨论取得成功，那应该算是暂时性休火，可能不过呢，目前的空头走势还是没有变啊。那一天可以拉成这样，那也就可以一天跌成这个样子。如果最近你有关注新闻头条，他会告诉你，过去1个礼拜的市场下跌，只是因为鲍威尔说一句话，哪一句话呢？我们先前景提要一下。这礼拜美国2月 PPI 数据有出炉，是年增 3.4%， 是远比预期的要高，所以它暗示通胀呢可能是没有大家想象中有压下来。利率决议的时候呢，这次利率是持平，并没有降息。我们过去几周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次降息的几率本来就已经趋近于0。
本身这个结果呢，已经不太会影响到市场，但真正影响市场是在利率决议后会议上说的话。鲍威尔说什么引爆股灾，专家预计今年情况可能比想象中更糟，快将杠杆保命。那到底是哪一句话呢？ Don't know. We don't know. It's just we don't know. I don't know that. I don't know that. We don't know how. I don't know how. Just remember that we don't know. 鲍威尔在本次记者会当中提到不知道或者是不确定性多达7次。那从通胀就业利率，然后路径、油价、关税、AI 再到房市，美国经济的各个面向都出现了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他贵为美国央行行长，他拥有所有的数据，甚至在利率决议上他也有比较大的话语权。连他都在告知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即便你是机构或者是大户，我们也就什么都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呢，普遍都是会下跌的。那国际节奏的话，大家也提醒，就在当前市场的情绪下，所有避险资产呢，也都可能要在这个时期变换或者是丢失流动性，所以你会看到股债金三杀的情况。甚至这次的记者会上，联准会对通胀的不确定性多到这些官员在本次利率决议的讨论当中，甚至提出了在下次例会升息的可能性。传统上，油价上涨之后呢会下跌，这是他对此没有十足的信心。他坚信理论是对的，但他不确定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言下之意是，川普现在在打仗，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油价飙升这件事情呢，虽然理论上来说，它终究是会回来，把通胀也就大家担心的情绪给降下来。但是呢，它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个过程需要多久。我们刚刚说到可能会生效，很多观众也会不太相信。那我们立刻打开一下 CME FED Watch。那我们发现，在4月29号那一次联准会利率决议上，已经不再讨论说降息的几率高与低了，而是我们可以看到有6% 的几率是联准会选择升息。所以你想，就永远没有最糟，只有更糟。这个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发生了。当然，我们不是说现在4月份就一定会升息，因为毕竟现在只有6.2%的机会。但如果说接下来的战争、接下来的油价依然是不如大家的预期，即便暂时没有地缘政治的危机，因为特朗普说休战5天，但这场战争能不能画上句号，没人说得准。我想我们依旧要保持手上的子弹，等待足够明朗的机会再入场。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as.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 20% 的终身手续费返还。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一鱼多吃福利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